截至目前，中国歼20是全球唯一一款正处于大规模换装阶段的重型双发隐身战机，其服役数量如今已经突破200架大关，超过了美制 F-22的数量。国外军事机构普遍预测，未来歼20列装数量或将达到500架。不过，美国知名军事网站战区认为，单论歼20的换装规模其实并不需要担心，但美军真正需要担心的是解放军在其他领域的发展，例如中国在新世纪自研的一系列先进预警机。这些先进预警机将会从根本上提高解放军空军的体系化作战能力，对于美军的威胁更大。预警机与体系化作战能力，不得不说，美美此言的确不虚。如果中国空军单纯拥有数量庞大的歼20隐身战机，那么最多也只能压制那些隐身战机装备数量较少的国家，但绝不可能战胜拥有海量 F-35隐身战机与 F-22隐身战机的美军。原因很简单，美国空军的强大不仅在于战斗机性能的先进，更在于强大的体系化作战能力。而要建成强大的体系化作战能力，那么被誉为空中之眼的预警机就必然是绕不开的话题。由于预警机能够凭借更大的内部空间，可以搭载功率更大、体积更大的航电设备，因此它的态势感知能力远超所有战斗机。在实战中，拥有预警机的一方甚至可以不开启战机雷达，单凭预警机完成制导，这样可以在静默状态下对敌方机群实施突然袭击。美军是世界上最注重预警机发展的军事力量。自上世纪70年代起，美国空军就已经装备了E-3望楼预警机，并在此后数十年里陆续研发出了E-7、E-11等预警机型号，航电性能获得巨大提升。而在海军方面，目前美军航母搭载的E-2D鹰眼预警机是全球最好的舰载预警机。凭借一系列先进的预警机，美军总能在制空作战时看得更远，并凭借强大的态势感知能力制定最佳空战策略。在某种程度上，美军可以接受 F-35与 F-22被击落的结果，但无法接受预警机被击落的损失，因为这意味着美军将丧失引以为豪的信息优势与体系化作战能力。中国预警机发展，然而令美军没想到的是，尽管中国在预警机领域起步较晚，但中国居然凭借发达的电子工业技术，在这一领域迅速追赶上了美国的脚步。2004年，中国空军开始换装国产预警机空警2000，它是 A50 费尔康计划失败的直接结果。按照 A50 费尔康计划的设想，中国原本计划从以色列引进雷达与指挥系统，从俄罗斯引进伊尔76运输机作为安装平台，但以色列最终在美国的压力下选择放弃合同。不过，中国并未放弃研发预警机的努力，国内电子工业开始在以色列费尔康系统的基础上研发国产雷达与指挥系统。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最终搭载国产雷达与指挥系统的空警2000正式问世。但空警2000作为初代预警机也存在不少缺点，它的机身平台是从俄罗斯引进的伊尔76运输机，这导致空警2000的后续量产与维护都很不方便。而且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雷达与电子设备的体积越来越小，已经不再需要伊朗76这种200吨级的大型运输机作为平台了。于是在2006年，新一代预警机空警200应运而生。尽管空警200的平台只是起飞重量70吨级别的国产运9运输机，但它有效解决了空警2000的2大痛点：非国产平台以及平台空间浪费。这是中国的第2代预警机。中国预警机初步解决了国产问题。到了2012年，更先进的第3代预警机空警500宣布问世，它的平台依然是国产运9运输机，但内部搭载的雷达与航电系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升级。空警500采用了3阵面相控阵雷达加圆盘天线罩的设计，可以确保雷达360度无死角覆盖，搜索距离与抗干扰能力也位居世界前列水平。在空警负500问世后，一些美国空军将领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空军体系化作战能力的起点，此后中国空军将拥有不亚于美军的态势感知能力。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判断。在2022年，中国歼20曾与美军 A-35在西太平洋上空发生多次对峙，而据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肯尼斯·威尔斯巴赫回忆，中国空军的体系化作战能力令他印象深刻。可见 A-35在空警500与歼20的组合下吃了不小的亏。全新国产预警机即将问世。不过，相比中国空军的一系列先进预警机，
中国海军目前还相对缺乏预警机，例如辽宁舰与山东舰搭载的是由直18大型通用直升机改造而来的直18Y 预警直升机。由于直升机体量存在限制，因此中国航母目前在态势感知能力上与装备固定翼舰载预警机的美军航母存在差距。不过在福建舰问世后，这一情况将有望得到改变。福建舰是中国第一艘配备电磁弹射技术的航母，这意味着较为笨重的固定翼预警机也能在甲板上顺利弹射起飞。因此，与福建舰配套的空警600目前也已经处于研发首尾阶段，它将大幅提高中国海军的空中态势感知能力，预计性能不亚于美海军现役的1、2D 预警机。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中国海军将实现歼35隐身舰载机搭配空警600的强大组合，这套空中体系基本可以直接对抗美军的配置。美媒不得不承认，在今后美军必须习惯在丧失技术优势的情况下进行作战，